大家好，我是温德里夫。这部影片是一个法术图腾的流派合集。我整理了这一季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，无论是热门的或是有趣的法术图腾流派，我将它们做成一个表格，包含使用的技能、流派摘要、作者以及影片连结。然后逐一介绍流派的关键，像是用到什么技术或是装备、天赋等。介绍的顺序与流派强度无关，这部影片不会做比较与排行。这边先说，我并没有全部的流派都玩过，是我看了他们的影片后，单纯分享这些流派的原理以及我的理解。有些影片的作者有做流派介绍，甚至是低预算的流派构成，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到他们的影片底下查看。上一版 0.4， 你必须消耗3颗能量球召唤一根法术图腾，代表你的胸甲只能绑定福尔的战铠或栽培版的红焰导体，你必须先有能量球才能玩图腾，游玩门槛很高。另外上一版图腾没办法获得灌注效果，除了电弧图腾因为有 BOSS 才能够玩图腾人也很少。到了 0.5， 这版将核心天赋先祖魂约改成图腾上限加倍，召唤图腾不需要消耗能量球，一根图腾保留75金魂，让法术图腾变得大家都能玩得起，各种法术图腾流派大放异彩。那么我会从使用率高的技能开始介绍。第一个是恐怖之柱，它是本季使用率最高的法术图腾流派，也是这季新增的卡尔葛技能。一般自己释放必须消耗符文保护，但透过图腾释放就不需要消耗符文保护。流派重点在于要怎么让冰柱爆炸。最简单就是你自己释放缠绕，辅助串上刺骨冰霜或元素解放，消耗冰冻等同冰晶立即爆炸。你只需要放置图腾，然后地上铺满缠绕就好。另外还有像是透过电球消冰柱、毒神串排斥诅咒不用手动消冰柱。恐怖之柱优势是基础爆率有 12%， 让你有办法走暴击流。产生冰柱的范围很广，冰柱有时候也可以挡住敌人靠近你。POS 然有从章节阶段到 Endgame Pop， 最后是走暴击流。IMX 在后期是改大法师。升华的化先知有图腾6秒内不死，可走暴击流。萨满前期可以护符空格拿120金魂，后期因插配命定效果转万魔大法师。浴火师可以贫血破千爆伤流。总结就是恐怖之柱这季没玩，整季白玩。电球图腾最多升华玩的流派，你想得到的几乎都有人玩，各有优势。电球本来就是一个适合轻图的法术技能，刚好很适合搭配大法师。大法师透过图腾释放不会有额外消耗魔力的副作用。重点是电球技能等级要拉高，魔力与回魔撑高。Tension 2有从章节到 Endgame Pop。POS 然则是用萨满玩，拿音叉靠升华拿命定效果，大量魔力趴，可以达到万魔，简单暴力。有个比较特别是奥森基艾琳使用深渊巫妖来玩。深渊巫妖的升华幽影之景，每一只骷髅掠夺者可以给你 6% 技能速度，每一只骷髅狙击手可以给你 15% 投射物速度。这套的原理是，先用武器套装一先放2根图腾，武器套装2也勾选图腾，所以切换武器后图腾不会消失。武器套装一放很多骷髅掠夺者，你会获得大量技能速度，同样也会提升图腾放置速度。武器套装2堆叠金魂与金魂保留效率，产生超级多数量的骷髅狙击手，投射物速度也会变超级快。因为图腾会同步你的伤害属性，所以图腾释放电球的投射物速度会变超快。然后使用投射物加速辅助，投射物速度套用至投射物伤害，可以拿到大量 increase 伤害。另外就是这版图腾可以获得灌注效果，方法就是透过无死痕迹对天雷蜘蛛释放闪电传送，让图腾获得冰冷灌注。技能顺序就是武器套装一放置2根图腾，释放天雷蜘蛛，对天雷蜘蛛释放武器套装2的闪电传送，让图腾获得冰冷灌注。你的图腾就会释放速度超级快速的冰电球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奥森基艾琳的影片。电弧图腾有一位 KY 他有完整的教学，重点是古灵军团有提供电弧的额外品质效果，投射物根据每剩余的连锁造成更多击中伤害。搭配基础品质效果是增加连锁次数，你对高品质等同于更多的连锁次数与更多击中伤害。影片中是34等级的电弧，
45品质，总共有15连锁次数。再搭配神主的掌握足1宝石，连锁次数增加100%，就会有30连锁次数。每剩余的连锁，造成6%更多击中伤害，总共180%更多伤害。那么品质怎么取得？技能有20%，稀有项链的亵渎词缀可以拿到5%，项链涂有模范可以拿到5%，传奇腰带夜恶降临增加91%插槽效果，搭配狐狸魔偶可以拿到9%，升华小点可以拿到6%，总共45%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需要传奇珠宝人格分裂，可以选择从圣堂武僧或是女巫起始点开始配置天赋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KY 的影片，他有提供低预算到超高预算的配置。彗星图腾有一个泰国的实况主玩时空幻术师彗星图腾。彗星的问题是释放时间很长，重点就是要用时空幻术师玩。时空幻术师的升华流沙沙漏提供大量的技能速度。升华循环往复可爆发的法术有 20% 几率回响，搭配彗星本身品质有几率回响。放置多根图腾可以产生大量的彗星。头目战时可以让图腾获得火焰灌注，图腾可以释放火彗星。作者的另一部影片是高预算，凭写配苦痛灵区与大法师。有兴趣的可以去他的频道看看。骸骨风暴图腾这个技能上一季就可以玩，我当时选择用先知。重点是你身上有暴击球时，图腾会释放强化的骸骨风暴，不会消耗你身上的暴击球，可以持续触发古爆的爆炸，造成大量伤害与清图效果。由于骸骨风暴的暴击率有 15%， 什么升华都可以玩，配置几乎都大同小异。还有几个重点：戒指要穿蛇巢，透过分叉或连锁增加清图效率，增加投射物数量，或是增加投射物有几率发射2个额外投射物，可以缩短骸骨风暴引导满20根发射的时间。拿暴击球的方法，像是天赋选择力量灌注，当你消耗元素灌注时，获得1颗暴击球。你可以使用维里西姆强化、手动释放，或是用狼与召唤物死亡释放的搭配，获得维里西姆灌注，前提是你要有符文保护。然后释放会消耗灌注的元素法术，来获得暴击球。或是你可以涂油骑术活力，可以每一段时间生成能量球。奥森基艾琳是用浴火师玩，他的影片也有完整的介绍。但骸骨风暴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整体技能的启动太慢了，除非你只用来攻坚头目。冰霜星星图腾有2种流派，一个是用古灵军团，冰霜星星额外品质效果是有几率不会移除灌注，但仍视为将其消耗，将几率撑到100%。所以你只要让图腾获得冰冷灌注后，图腾就会一直释放强化的冰霜星星。还可以使用符文提取与幽木束缚搭配，让图腾自己获得灌注。另一个是奥森基艾琳用深渊巫妖升华幽影之井，每一个骷髅纵火者可以增加 15% 范围效果。你召唤数量超多骷髅纵火者，就可以达到超出荧幕范围的冰霜星星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作者的影片。余烬骑射图腾只能用古灵军团玩，有看到一个韩国人玩，我自己也有组了一下。重点是余烬骑射的额外品质效果，减少持续时间，可以堆叠品质和天赋达到0持续时间的余烬骑射。我有点暗炎盟约将火焰伤害转成混沌伤害。头目战时，先用深渊长照放凋零地面，凋零效果可以跌到80%。但这个流派没介绍是因为很贵，余烬骑射需要撑高技能等级才有伤害。清图又需要幻梦者之掌，都是很贵的高价物品。低预算版本基本上没办法游玩，但我的影片有泡还是可以参考。寒冰弹图腾只有看到一个是用古灵军团玩，寒冰弹额外品质效果是增加投射物速度。重点是透过蛇巢让寒冰弹无法穿透，另外使用栽培版本移除投射物无法连锁的词条，辅助串上弹射，让寒冰弹可以从地形连锁至敌人。头目战时，先释放冰墙，寒冰弹撞到冰墙后会爆炸并分叉，然后又再一次撞击冰墙，可以瞬间对单体产生大量伤害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艾琳作者的影片。古劳图腾本季我的拓荒流派使用邪法师玩，详细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
重点是这技图腾的技能可以用密能爆发辅助，配合星空投影辅助，可以增加古劳星图效率，而且比较容易打到单体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当敌人在古劳的圆心，就会无法击中他。龙卷风，在巴哈看到有人用浴火狮玩，重点就是介质元素之章，可被元素地表强化的疾风技能视为受到点燃、感电和冰缓地面强化，加强了龙卷风的伤害。辅助穿过剩，可以让龙卷风上限数量变2，图腾释放会看起来会有很多龙卷风，但持续伤害只能法术伤害提升，所以伤害提升有限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作者巴哈的文章或影片。狮史术，只有看到有人用浴火狮玩，重点其实就是因为没人玩，相关装备便宜，可以轻松让技能达到40等，基础爆率 15%， 走暴击流搭配贫血可以拿 1000% 爆伤加成。其他没什么特别了，一样有兴趣可以去看作者影片。本频道终于成为 YouTube 合作伙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做个长影片回馈一下，第一次做这种多个流派介绍的影片，可能会有一些地方讲错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是温德里夫，我们下次见。